Hello，大家好，欢迎回到小镇杰西卡哲频道。哇，好久没有跟大家分享小众品牌了，那今天就给大家分享3个。巧了，他们都是来自欧洲，都是那些品质特别好，而且非常有格调的品牌，大家一定会喜欢的。记得点赞订阅，同时加入我的 Facebook 和 WeChat 的私密购物群。那我们就要开始了。首先第一个就是来自意大利的鞋履品牌 M. Jamie。我入的就是这一双他们家的明星款乌娜，我跟大家讲，收到第一天我就震惊了，怎么可以有这么舒服、皮质这么好，而且长得那么好看、那么优雅的鞋子？我的天哪！我当时压抑了很久的冲动，因为我很想把同款不同颜色通通都买下来，因为真的太好穿了，好穿的就像没有穿鞋一样。品牌创始人之一 Maria Gangemi 在意大利长大。从小呢就被那些在家庭手工作坊里面亲手做鞋子的工匠们所深深吸引，但是很可惜，这样的家庭工坊呢逐渐倒闭了。于是呢，他和另一位女士 Sherry Kaplan 共同成立了 M. Jamie 这个品牌，就是希望把意大利的这种手工艺呢能够传承下来。所有的鞋子呢都是在意大利家族工坊手工制作的，从裁皮、缝线到上楦都是传统工艺，非常 old fashion 的，这点我很喜欢。他们家的鞋子呢，去掉了中间商，直接面对消费者，同时小批量生产，能够控制品质和库存，这样的价格也不会太贵，让我们日常呢也能够负担得起意大利的手工鞋。那我选的这一双呢，叫做乌娜，皮料呢就是来自意大利制革工厂，在托斯卡纳全部是手工制作的。要说我穿过的鞋子吧，真的不算少，但是这双鞋真的就是我穿过最舒服的鞋子。可以说是没有之一了，就像没有穿鞋一样，无法用语言来形容啊！你穿过就能够体会到我在说什么。它呢是选用纳帕皮精制而成，就像黄油一样很柔滑，超级的细腻柔软，还有一点点暗暗的光泽。而且更棒的是怎么折叠都不会有痕迹的。你看我拼命的折啊折，依然是完好如新的。鞋型呢，其实有一点点像摩登版的芭蕾舞鞋，所以上脚很轻盈。鞋型窄长，也显得脚很瘦。采用非结构化的剪裁，能够让鞋子贴合脚部，不会僵硬，而且越穿越贴合，做到人脚合一。在脚后跟这里呢，它别出心裁，加了一点点麂皮，这里可能拍不到，你摸了就知道了，跟旁边的真皮是不一样的。因为麂皮材质嘛，要比真皮更加的亲肤舒服，保证光脚穿的时候不会磨脚，有一种温柔的触感。我天哪，这么考究的细节我还是第一次看到，只能说那些品质好的东西就是在我们看不到的地方在发力。鞋垫呢也是有弹性的，鞋底加入了橡胶的防滑片，比较耐磨，而且呢它有那么一点点的鞋跟，更符合人体工程学，长时间走路呢也不会累脚。那最点睛的就是上面还有一个交叉带，而且它是有弹性的，无论什么样的脚型都 hold 得住。那这个设计呢，不仅实用，还增加了一点点玛丽珍鞋那种感觉，有少女的娇俏和可爱。不过呢，玛丽珍鞋一般都是横带子的，其实横带子呢，在视觉上是会拉宽我们的脚背的。而我这双呢是交叉带，在视觉上能锁住脚背，修饰脚型，脚看起来就更修长、更瘦了。尤其对宽脚的朋友特别的友好。风格上呢又带着一点个性，不会太甜腻。复古的小方头，而且穿起来很舒服，不会挤脚。中间呢还有一个 Z 字缝线，那不仅视觉上呢能更显瘦，之前这个原理也说过很多次了，而且还增加了立体感，让纯色鞋子不单调，优雅中呢带着一点个性。大家想象一下，如果没有这中间的这个横线，这个鞋子看上去是不是就是有点老气了？另外大家感受一下它的缝线是多么的考究，我的天哪！再看看旁边的这个线这个工艺实在太好了，我最近买了太多这种快时尚的鞋子，已经很久没有买这种手工鞋了。哇，看到这个工艺真是感动到想哭啊！哎呦，希望我的双脚能够这样被温柔对待我选的呢是深棕色，上脚很显白，而且非常的百搭。比如说呢，我就配了 Fabric 的大地色系格纹裙和 Mango 的棕色针织上衣，鞋子增加了女性化气质，还带着一点书卷气。搭配运动风格的衣服呢，也有意想不到的效果，比如 Vali 的象牙白运动裤，我之前搭配运动鞋，但这次呢配上这双发现更精致，再配个 Zara 的针织衫和 Demilia 的包包，运动裤这样穿去通勤喝下午茶也很得体优雅又自带松弛感。牛仔裤和这双鞋也完美适配再加上 Self Hood 的针织衫，棕色拼接和鞋子呼应，再来一副 Freyas 的窄框墨镜，增加风格感。都是衣橱里面现成的东西，但因为一双新鞋穿出了不一样的感觉。
除了我这个棕色，我觉得黑色、白色和这个烟粉色都很好看，值得买。他家呢到底是专业做鞋的，是有半码区别的。我呢是39码正正好，因为我脚比较瘦一点。如果你脚呢会宽那么一丢丢的话，就买大半码就好了。他们的鞋子尺码非常的准，他们的鞋子呢都是小批量生产的，还蛮容易断货的。喜欢的朋友呢，记得赶紧下手，不然就要等半年大概哦。这双鞋的零售价是$298哦。说实在话，我觉得并不算贵啊。你想想看 Massimo Dutti 的一双这种工业流水线上面生产的鞋子都要卖到$200了。而且因为我自己真的很喜欢这双鞋，我就舔着老脸去写了个邮件给他们，居然得到回复了，你知道吗？我真的好开心啊！他们说呢，可以给我的观众有一个专属的85折折扣啊，鼓掌！我也会把产品链接和折扣码放到描述框里面，喜欢的朋友呢可以去拿。第二个品牌呢，就是来自西班牙，叫做 Sleep and Glow。听名字就知道了。美容觉，他家的东西呢得到了很多顶级刊物的介绍。我最近入的就是他们家这个明星产品 Omnia 的枕头，我给它取了个昵称叫做美容枕。巧了，他们的枕头呢也是在意大利制作的。那说起枕头呢，真是爱恨情仇啊。我自从搬到这个家来以后呢，就买过好多次枕头。之前买的大部分枕头都太软了，我是在亚马逊上面盲买的，都不太好。后来呢，我就斥巨资买了一个5星级酒店的枕头，是我喜欢的这种质地哦。但是呢，好像又有点太 firm 了，而且呢，总感觉好像有点太高了，反正我睡的也没觉得那么的舒服。尤其吧，我呢比较喜欢侧睡啊，而且睡觉姿势不是很好，经常睡得乱七八糟，脸呢就会埋在枕头里面。而枕头呢本身就是比较紧实的质地嘛，有的时候醒过来，这个脸上就因为睡姿不好就会有浮肿，更可怕的就是会有 sleeping mark， 就是睡眠印记吧，可能是。大概因为我真的年纪大了，有一次我记得很清楚，这个 sleeping mark 整整花了大半天才消掉，我有一度以为消不掉了，我就觉得这个世界都塌了，你知道吗？好可怕，我记得特别的清楚。更可怕的就是当你的皮肤跟枕头就这样反反复复的接触、挤压、摩擦，而且每天有这种7、8个小时，日积月累，再加上呢年龄逐渐增长，你的唇部啊、眼周啊，还有额头就很容易产生皱纹。这些皱纹呢就会逐渐固化，演变为永久性皱纹啊。那这种皱纹呢也叫做睡眠皱纹。我天哪，每天我用这么多贵的护肤品，还要用美容仪器，还去美容院做脸，其实每天晚上这7、8个小时不都让我前功尽弃吗？我这个明明是美容觉变成了毁容觉好吗？我的妈呀！那于是呢，我找啊找，就找到了这个针对睡眠皱纹和早上起来的浮肿而设计的。我把这个套子拿掉，这样可能会看得比较清楚一点。这个枕头呢跟其他的枕头长得不一样，你看它是一个3D 设计的，这里呢是有悬空的，而中间部分呢就是让你正面睡的，两侧呢就是让你侧睡的，就是类似这样子。在你侧睡的时候呢，你看只有你的额头和你的下巴会接触到枕头，而你整个脸颊还有眼周的部位都是悬空的，看到没有？这样呢，当你睡觉的时候，皮肤就不会因为和枕头摩擦受到挤压和反复的折叠，就不容易有睡眠皱纹啦，脸呢也不容易浮肿，真正把我们的睡眠变成了美容觉。怪不得最近我早上起来就有一种容光焕发的感觉。那我们来看一下对比图，会更加的明显。用普通枕头，皮肤和枕头呢反复的挤压摩擦，而用 Sleep and Glow 这个美容枕，脸部悬空，不会挤压，自然就不容易产生皱纹啦。不仅我个人是这么感觉的，而且这些呢都是有临床研究、有数据支持的。根据品牌在巴塞罗那一家皮肤科诊所的研究发现，87%的受试者呢面部皱纹都有所减少。另外还有一个特别好的地方就是以前我那个枕头可能因为有点高，有的时候早上起来会觉得这里特别的不舒服，但是我发现用了这个枕头就没有这方面的问题。它呢是由骨科专家设计的，能够确保我们在睡觉的时候呢保持符合人体解剖学原理的正常体位。我们再来看一下它的质地你看很紧实，它呢是由顶级的记忆棉制成的。那既然是记忆棉，其实是需要几天时间来适应的。另外呢，它还有一个额外的这种泡沫垫层，可以放在一起，帮助你呢能够让枕头稍微变得高一点。
你看我里面就加了这个泡沫隔层，就会稍微高一点。我收到第一天的时候，我加了这个隔层，因为我感觉原始这个好像不太高结果我第一天晚上就没睡好。我在想这什么破玩意儿，被骗钱了，因为他们反正有20天可以试睡嘛，不喜欢可以免费退的。然后我想退货。后来呢，第二天晚上我就想要不把这个隔层拿掉试试看，拿掉之后就觉得舒服很多。到了第2周就跟我的肩颈完美适配了，因为记忆棉呢能够记住我们头颈的形状，会越来越贴合，多睡几天就会越睡越舒服的。我前后呢已经用了有3周的时间我现在就真的很喜欢这个枕头每天都会用。而且很搞笑的是，在做这个影片之前2天，我还在想我是不是被洗脑了，其实也没有那么好，对不对？我就换回了我之前那个枕头，结果你猜怎么样？我花了足足2小时才睡着。我天哪！我就觉得我的这个后面这个肩颈好难受然后我这个侧睡吧，我觉得我整个脸都要被这个枕套给摩擦死了，怎么都觉得很难受。所以我就确认了，这个就是我的天选枕头。那它的枕套呢，则是天丝制成的，是来自澳大利亚的桉木，经过纳米工艺处理的天然材质，很顺滑柔软，而且很透气。那除了枕头之外呢，还有枕套可以选择，这个是完全100%丝绸的，睡起来呢会更舒服。我有一个纯色，还有一个呢是花花的限量版，是日本花园，就很春日满园那种感觉。还有一个优点就是它呢没有任何难闻的味道，因为我很害怕这种东西不安全，因为看不到里面是什么嘛，没有任何难闻的味道。然后我查了一下，它用的所有的材质呢都超级的安全，符合最高级别的1类安全标准，也就是36个月以下的婴幼儿标准，还通过了国际权威认证，大家可以放心。另外它本身也蛮好看的，我现在就把它放到床上就不错，对吧？这个枕头呢，它的零售价是200多美金。其实在美国的朋友应该都知道，好的枕头都是大几百美金的好吗？200多美金其实并不算贵的，而且也就是一个贵价精华的价格，一瓶精华只能用3个月，这个枕头我觉得至少可以用5年吧，还是很划算的。而且呢，因为我自己很喜欢，我也联系上了他们的品牌方，也给了我一个9折的专属折扣码我也会把所有的信息呢都放到描述框里面。他们的枕头呢是20天可以试睡，如果不喜欢可以退，同时呢有3年的质保。相信我用了之后就回不去，真的很好用。都看到这里了，如果还没有关注小镇杰西卡的朋友呢，记得动动手指打开小铃铛关注我，就可以看到我随时的更新了。也记得加入我的 Facebook 和 WeChat 的私密购物群，在群里面呢，我会第一时间分享我的同款以及相关更多更好的折扣等你来玩。那我们就接着往下说。最后一个呢，是我新发现的一个护肤品牌，叫做 Blue Lagoon Skin Science， 是一个来自冰岛的品牌。Blue Lagoon 中文翻译叫蓝湖，是冰岛一个很有名的温泉。一开始呢，大家发现泡温泉对皮肤很好，然后呢，大家发现里面原来有一些对皮肤很好的矿物质藻类硅等等，最后呢，由此推出了护肤品。他们家的护肤品呢，口碑还蛮好的，获奖无数。那我呢也选了几样用，包括眼霜、面膜，还有这个润唇膏。我收到后呢，先小小惊艳了一下它的包装。哎呦，不得不说，北欧人的审美真是无敌我觉得美国人应该好好学习一下北欧人那我们先来说这个我最喜欢的这个眼霜吧。我呢之前也跟大家分享过，我最近在用的是这个 Chanel 的山茶花眼部精华，不是说不好，就是对我来说呢，实在是质地太薄了，因为我年纪大了，你知道吗？我这个鱼尾纹慢慢就出来了，所以我需要用质地稍微丰润一点的眼霜。那么这一款呢就完美符合我的需求。另外呢，它是没有任何味道的，这一点呢我也特别的喜欢。它其中呢蕴含 BL 加 Complex 复合成分，融合了专利成分蓝狐微藻和2氧化硅的修护能量，能够提拉紧致，同时呢平滑眼周肌肤。它里面呢还有烟酰胺、神经酰胺和维生素 B5 等等，能够帮助淡化细纹和皱纹。当然了，我之前也跟大家讲过，你靠护肤品完全去皱，这是不可能的，没有一个护肤品能够做得到。但是呢，至少能够做到的就是看起来皱纹没有那么明显，而且呢是能够起到预防的作用。我觉得这个眼霜都是可以达到的，所以我自己很喜欢这个眼霜。那我这里呢也给大家分享一个挑选眼霜的小诀窍，是我以前呢做护肤品 marketing 时候跟我们培训师学到的。就比如说你在柜台里面试眼霜，你用在眼睛这里不方便，因为可能化了妆嘛，你就可以把它用在虎口的地方，就是这里。你看我现在虎口这里是有很多干纹的，看到没有？因为我的皮肤很干嘛，你就把它用在这里，
你看用完之后，看看你这个干纹是不是有这种视觉上好像被填平的感觉，这个就比之前要好很多。那这种眼霜呢，就说明是比较滋润的，比较适合你的。另外还有一点就是，大家涂眼霜的时候，不要这个咣去涂，这样牵扯你的眼部肌肤，很容易让眼部呢反而会有大拉下垂这种风险哦。用的时候呢，就用你的无名指和中指，其实无名指就够了，你就点在下面，然后就这样点开，就这样就可以了啊。不要太过的用力，因为无名指呢是我们所有的手指里面力度最轻的，就这样子就好了。那第二个呢，就是他们家的明星产品海藻面膜，也是 InStyle 获奖的面膜。这款呢是滋养性面膜，用完之后呢，皮肤会比较光滑，而且长久使用呢，你的细纹看起来会比较少一点，比较浅一点。但是我跟大家讲，我第一次用完之后一点都不喜欢，心想这什么破玩意儿啊，这是骗人的好吗？第一，我觉得它的味道太难闻了，就是有那种藻类的味道。第二呢，就是用完皮肤很干。后来我一查，发现自己用错了，真的是老司机碰到新问题哦。所以呢，东西买回来的时候还是要看一下说明啊，不要想当然。因为一般呢，面膜都是可以在脸上停留10到15分钟的时间嘛。而且我用这个面膜的时候呢，正好接了个电话，停留了至少有25分钟的时间。结果去洗的时候就觉得脸好干啊，都要裂开来了。但是呢，我一查，这个面膜只要停留5到10分钟就可以了。那之后呢，我就严格按照这个时间来哦。果然啊，感受大不同。停留5到10分钟，然后呢，就用温水把它洗干净。洗的时候就会觉得脸好嫩啊，但是呢，又不是那种假滑。而且更神奇的就是啊，我这种大干皮啊，一般洗完脸都会很干，但是用它之后洗完一点都不干的。这个膏体颜色呢也很好看，就像抹茶绿一样，抹开呢就有一点点像冰激凌，而且它其实流动性很好，就说明它不会干。你仔细看啊，它里面其实是有一点点微小的这种藻类颗粒，但是你涂在脸上的时候是感受不到任何的颗粒感的，就是像冰激凌一样顺滑。涂上去之后呢，一下子就会变成透明的。你看我哪怕涂了2、3层，脸上呢还是透明的，看不太出来。它富含天然海藻活性成分和硅油，能够给肌肤补充水分，有抗老化的作用。那敷到5个10分钟之后呢，洗完果然皮肤就是软软的、嫩嫩的，又很有光泽。哇，我真的很喜欢这个，而且这个长得好好看啊。那味道呢，可能是因为它不添加香精的原因吧。第一次用我觉得特别难闻，但后来就习惯了，也就觉得没什么感觉了。供大家参考。最后一个就是润唇膏，哇，我也好喜欢这个。你看这个颜值多么 Instagram 风啊，多好看啊！其实吧，我自己是有润唇膏的，我有2个，也是我经常用，也很好用。但你看这个包装好丑啊，所以平时这些东西我都不放在台面上的，因为实在太丑了，影响我家的颜值。但是啊，这个就不一样，你看随便你怎么放在台面上、沙发上，都像一个美美的艺术品一样。哎呦，再说一遍，北欧人的审美啊，不得了不得了。那现在呢，因为春天换季嘛，其实我的嘴唇呢也很干，很容易脱皮。前2天呢，我就用了这个之后，用了2天之后，嘴巴脱皮情况就基本上没有什么发生了。它呢富含蓝湖微藻成分，还有霍霍巴油、牛油果油、乳木果油，能够为双唇呢提供养分，而且还可以锁住水分哦，唇部也显得更加的丰满水润。但是呢，它一点又不油腻的，不会像什么猪油嘴一样的，有那种淡淡的薄荷味道，我也很喜欢。现在呢，我就是在涂唇膏之前就会先用它来打一层底，这样唇纹看起来也没有那么明显。而且晚上睡觉前呢，我必须是用它厚涂一层，然后去睡觉。哎，真的很喜欢这个。这个包装颜色就是 Blue Lagoon 蓝湖的颜色，哇，看着就让人心情很好啊，很放松啊。哎呀，希望有生之年我能去一次冰岛的这个 Lagoon 啊！我后知后觉才发现，原来他们还有一个手霜，也是这种包装的，而且还可以买一套，还可以打个75折。哎呦，这个我也蛮喜欢的。下次呢，我就准备买那个，而且那个送礼也蛮适合的。那么我也是抱着试试看的心情啊，联系了品牌方，他们居然也愿意给我一个85折，哇，真的好感恩啊！所以我也会把所有的相关信息和折扣码的都放到描述框里面。哎呀，真的好开心啊！我觉得有机会呢，能够分享给大家我喜欢的一些小众品牌，然后尽我所能呢，也是为我自己吧，为大家争取一点点的小福利，我觉得也蛮开心的。因为毕竟其实这个世界上有很多好的牌子，特别是欧洲的牌子，我们不知道。我觉得
也有一种寻宝的快感，不知道大家是怎么想的，反正我一直是蛮喜欢这种小众品牌的。扯远了，哎呀，今天分享的东西都是我很喜欢的东西，所以特别的开心。那如果喜欢今天这支影片的话呢，记得给我点一个赞吧。如果还没有关注小珍解析卡的朋友呢，记得动动手指，打开小铃铛关注我，就可以看到我随时的更新了。对了，我还是要不厌其烦说一下，我做这种分享影片不是去鼓励大家盲目的买哦，其实买不买无所谓啦，但是多看看外面的世界哦，尤其是看到那些审美比较好的东西哦，无形中呢也可以帮助我们提升审美和品味，扩大眼界，我觉得也是件蛮有意思的事情，对不对？好了，那我们就下次见了，记得点赞订阅啊，拜拜。